打个坐都能被风声惊得岔气，真是一具朽木了。130年了，太上道嫌我资质平庸，佛门说我六根不净。说好的穿越者天下无敌呢？系统呢？戒指里的老爷爷呢？哪怕是个悬崖，我也得有命爬上去跳啊！苟延残喘，换了这破功法，这月真他娘的白穿了。第7禁啊！20岁入道，30岁横扫同辈，40岁死。为了个妖族女子，在黄沙管道被第8禁老怪物截杀，以第7禁的修为，硬生生越级斩杀第8禁。老天爷，那可是跨越了天堑的一剑啊！羽化飞升经，他在生死关头竟然凭空悟出了咱们羽化门失传300年的无上秘法。悟出来了又怎样？第9禁的太上祖师亲自出关，才40岁就这么灰飞烟灭了。那部刚刚现世的羽化生生经就这么，这该死的修仙界。这就是我的金手指，悟性逆天。迟到了100多年，就在我大限将至的时候，他终于来了。你观看了周生传记，你很认真，激活悟性逆天。你悟性逆天，领悟羽化飞升经。金手指，我的金手指，迟到了整整100多年，你终究还是来了。羽化飞升经乃世间顶级功法，最善逆天改命，修复肉身。第1禁，肉体筋骨开。枯木逢春，万物复苏，一夜之间，至少年轻了20岁。只要继续修行，突破第2境，我必能重获新生。师兄，一段时间没见，你竟然突破了第1境，恭喜恭喜！是啊，枯木逢春，侥幸突破了这第1境门槛罢了。坐。最近宗门里乌七八糟、举步维艰的事情太多了，搞得我心烦意乱。想来想去，偌大个羽化门，也就只有师兄这藏经阁能让我讨个清静了。怎么？局势恶化的这么快？师兄这次突破多了10几年的寿命，这本是喜事，但我倒觉得师兄兴许能亲验到羽化门覆灭的结局了。为何出此丧气之言？师兄天天在这阁里，难道不知还能是因为谁？太上道啊！自从100多年前周生前辈那件事后，太上道对我们羽化门的制裁就没停过。300年前魔道入侵，我们本来就元气大伤，丢了羽化生生经，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今年我们好不容易招到了几个根骨极佳的好苗子，结果呢，太上道的人直接用高阶丹药和功法把人硬生生全挖走了。不仅如此，门里有些撑不住的长老，所谓的核心弟子也另谋高就了。现在整个羽化门加上我这个挂名掌教，还有10来个死心眼的弟子，外加师兄你，大猫小猫2、3只，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全部家底儿。我接手的时候就是个烂摊子，这些年我拼了命的修补，可面对比我们强大100倍、1000倍的太上道，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我真的快撑不住了。师兄，你好好休息吧，我去书架上找门霸道些的功法，死马当活马医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羽化门没了，我这清静日子也就到头了。
可我如今才第一境，能做些什么呢？以观与有感激活悟性逆天，领悟功法生生不息。第二境，骨骼筋骨开，生生不息。耗尽真气，亦能从天地万物中瞬间汲取能量，重回巅峰。好霸道的恢复功法！太上道，想灭我羽化门，问过我答不答应了吗？师弟，速回藏经阁一趟。师兄，这么急唤我回来，可是出了什么？师兄，你的样貌，还有这气息，第二境。刚刚我们喝茶时，你分明才第一境啊！这些不重要，云飞，你且静心听好我接下来念的每一个字，将其死死刻在脑子里。天地同寿，羽化登仙，气沉丹海，神游太虚。这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师兄，这可是失传百年的羽化升腾经，你从哪里得来的？我悟出来的。悟出来的？一招顿悟，连破两境，更是悟出了镇派之宝。师兄，您这是真正的仙人转世啊！我羽化门有救了，有救了！哈哈哈哈哈！云飞，听着，羽化升天经我已经全部交给你了，对外就说是历代祖师保佑，你自己参悟出来的残篇补全。我不想出风头，更不想惹来太上道的杀机，我就在这藏经阁内安静修行。羽化门的担子还得你扛。师兄大恩，洪再造宗门。云飞对天发誓，有了这羽化分生经，10年内我必突破第8境。只要我白云飞还没死，太上道就休想踏入羽化门半步，也绝没有任何人敢来藏经阁打扰师兄清修。太上道老祖闭关100年未出，云飞有了飞升经，保住宗门不成问题。至于我，悟性逆天在手，这满格的经书，这天地万物皆是我的造化，不急，100年我都等了，有的是时间，慢慢跟着修行界过过招。这本不知名的古卷中记载着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龙象时代。那时的天地，神象力拔山河，真龙呼风唤雨，人类在这些远古巨兽面前渺小如同蝼蚁。直到有精彩绝艺的先辈观摩神象真龙之姿，创出无上功法，才为人族搏出了一片天地。我如今虽然靠着羽化升天经重焕生机，突破了第2境，但这具身体毕竟腐朽了100年，底子太差，就像是一座用朽木搭建的阁楼，若不彻底推翻重建，根本无法承受后续境界的庞大力量。这龙象之力的核心，便是将肉体当成上古神象与真龙来殴打，刚好可以弥补我肉身的致命缺陷。你认真研究上古龙象，激活悟性逆天，领悟龙象之力。1月闭关，终于打熬出了一龙一象之力，几株大龙已然凝聚，第3境破了。现在的身体才算是真正的打破了旧的桎梏，回到了最巅峰的状态，未来的路终于平坦了。师兄好雅兴啊，这种时候竟还有心思赏雪。你不去闭关修行羽化升天经，怎么跑到我这藏经阁来了？接下来我是要闭死关，去搏一搏那第8境的门槛，但在那之前，有些事情必须拜托师兄。哦，什么事？我想请师兄带我传授这3个孩子羽化飞身经。还不叫师伯？见过师伯。这3个孩子是？他们都是孤儿，是我前阵子下山时顺手救下，收入门下的，天赋极佳，是可造之才。但我即将闭死关，无暇教导，只能托付给师兄了。你去闭死关突破第8境，那偌大个羽化门怎么办？封闭山门，不与外界做任何接触。封闭山门，其他各封的弟子和长老们会同意吗？过去这1个月，太上道再次发难，他们不仅用重宝诱惑走了剩下的弟子，更是彻底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现在的羽化门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没人敢靠近，也没人敢和我们说话，他们就是要活活把我们困死。太上道欺人太甚，他们为何不直接攻山？若不是我之前强行展露了第7境巅峰的修为，震慑了他们，这山门早就被他们踏平了。但他们知道我寿元将近，所以围而不攻，想熬死我，所以我必须闭死关。
只要我能借着羽化山僧经突破第8境，成为道祖级的高手，就是太上道血债血偿的时候。师兄，这段时间，这3个小家伙就拜托你了。门内剩下的资源，足够他们3个吃用几年。你且安心去闭关，只要我还在这藏经阁1天，这3个孩子便少不了1根头发。你们3个记住，从今天起，听你们师伯的话，刻苦修行，绝不可懈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师傅。与世隔绝也好，倒成了绝佳的修行之地。这3个孩子身世可怜，却个个天赋不俗，短短数月便能引气入体，不负云飞所托。这几个月，我一边教导他们，一边凝练5脏之气，一边学习剑道圣人的草木剑法。专修本心，剑意为锋。有了这草木剑法，配合我的龙象之力，第5境修时，我亦可一剑斩之。师伯，我这套拳法还有几个滞涩的地方没想通，我还得去后山练练呢。您非把我叫来喝这什么茶，我都喝不出味儿来。呆子，师伯这是叫你牢记结合，1年到头就像个陀螺一样转，总要停下来喘口气，规划一下未来吧。这可是师伯亲自去后崖采的灵茶，全被你这牛角木端给糟蹋了。师妹说的对，不过想让大发山静下心来品茶，也让他突破第3境很难。罢了罢了，你这夯货，我这好茶是倒进泥潭里了，自己一边待着去。师伯，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太上道那些杂碎把我们像铁桶一样围在山上整整1年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他们怎么还不攻山？到底在等什么？是啊，师伯，师傅虽然是第7境，但太上道那么庞大的势力，道祖级的高手都有好几位，难道真怕了师傅一人？如果他们真灭了羽化门，万一没能当场击杀师傅，那以后太上道就会多出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第7境死敌。这种疯狂报复，即便是太上道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围而不杀，是在等。天子说的对，他们在等你师傅，在等突破第8境的契机。太上道的人同样也在等你师傅突破失败，或者寿元耗尽、走火入魔的那一刻。谁先熬不住，谁就满盘皆输。太上道那么多道祖，就不能一起上？哼！太上道行事霸道绝伦，修行界被他们欺压的宗门多如牛马。他们若是将全部战力倾巢而出对付我们，他们的仇家岂会放过这大好机会？各方牵扯之下，才有了我们这苟延残喘的1年。好了，茶也喝了，道理也讲了，这些天下大局不是你们现在该操心的。天塌下来，由我和你们师傅顶着，滚回去修行吧。是，师伯。第4境肉身已达圆满，接下来便是第5境的门槛——元神。道经有云，元神乃精气神之聚合，突破第5境，便是要铸造元神，并让其脱离肉体凡胎，神游天地。可是这如何离体？肉身为牢，元神为囚，欲求超脱，需极尽想象。左脚踩右脚，凌空跃出泥丸宫。这写批注的前辈莫不是个疯子？左脚踩右脚上天，这也能算修行之法？不对，人体本就蕴藏着无限的宝藏，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化不可能为可能。若是一味循规蹈矩，修的什么道，求的什么仙？肉身为海，元神为舟。若我将这荒诞之法结合羽化生生经的破茧成蝶之意，妙哉！羽化飞升经的元神法太慢，这元神超脱法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第5境原来如此轻易，太上道，你们的死期不远了。星云、天子、大山，今夜我要闭关冲击第5境，此乃修行大关卡。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动静，都不要靠近境师半步，更不可来打扰我。是，师伯安心闭关，我等绝不让任何人靠近。元神者，精气神之合也，聚散流沙，终成金身。太散乱了，必须将他们揉捏塑形。羽化飞升经，
给我震！一别千天望见面，我人一把光剑，他嘴里笑又藏下了天。我也很见天笑，此去沧海落扶摇，万古梦回夜半回到。力量还在暴涨，11龙11象，20龙20象，30龙30象之力，这就是元神的馈赠吗？第5境的标志是元神离体，遨游3山5岳。可是这门上到底该怎么锁？怎么出去？哎，有了，左脚踩右脚，跃出泥丸宫。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试试又何妨？元神本就不能以常理度之。果然行得通，再来！给我破！当见面，我人一把光剑，他嘴里笑又藏下了天。我也看见真实的肉体触感完全消失了，轻飘飘的，仿佛一阵微风就能把我吹散，太脆弱了。书上说，有人的元神修行到极致，甚至能渡雷劫，比肉体还要恐怖。我这刚凝聚的元神还差得远。这就是元神的感知吗？超越了肉眼与听觉，直达万物本质。那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这鬼天气，冷得要命，还得在这儿守着。师叔，这大冷天的，咱们都被拴在羽化门外1年多了，为什么上面还不下令直接灭了这破宗门？反正里面也没几个人了。灭了？如果事情真像你们说的这么简单，上面早就动手了。里面很复杂吗？你们懂个屁！其他4个确实不足为惧，但只要那个掌教白云飞还有一口气，羽化门就不是那么好吞的。他不就是个第7境吗？咱们太上道光第7境的长老双手都数不过来，负责围困这里的庆山长老不也是第7境？庆山长老和白云飞交过手，仅仅一招，庆山长老就被打得吐血倒飞，毫无还手之力。一招击败同境高手，云飞这小子实力竟然如此强悍，不愧是被誉为羽化门不出世的天才。就算他再强，也只是第7境啊！咱们太上道可是有足足几位第8境的道祖，随便请一位出山，捏死白云飞还不像捏死一只蚂蚁。告诉你们也无妨，最近百万大山深处出现了上古神兽幼年麒麟的踪迹，咱们太上道的道祖们早就全赶着去百万大山争夺神兽了，哪有空理会一个小小的羽化门？若是能得到麒麟幼兽，我太上道便可一统天下道门，域内无敌。幼年麒麟，难怪，原来我们能苟延残喘这1年，是沾了这未曾谋面的神兽的光。不过我前几天刚收到密报，我太上道一位必死关100年的太上长老成就了第8境道祖名号。真的，太上道又多了一尊道祖，千真万确。这位新晋道祖目前正在稳固境界，最多半年，半年之后就是羽化门彻底除名之日。你们给我把嘴闭严实了，再熬半年，知道吗？半年，太上道多了一位道祖。云飞，你能在半年内突破到第8境吗？希望太渺茫了。若你挡不住，我必须在半年内突破到第6境。届时即便打不过，我也能带着藏经阁的典籍和那3个孩子逃出升天。师伯，您出关了，您突破第5境元神宗师了。师伯100年沉淀，一招顿悟破境，此等厚积薄发，完全有资格冲击那传说中的举霞飞天之境了。师伯太牛了，以后谁敢欺负我们，师伯一个元神飞剑就能削掉他的脑袋。你们3个小滑嘴，什么举霞飞天，修行之路还长着呢。好了，今天心情不错，你们修行上若是遇到了什么阻碍，有什么不懂的，现在只管问。半年，这半年天塌下来，我也会替你们顶着。第4个人，星云他们都在休息，云飞在必死关。这等高明的隐匿手法，是太上道的探景，不，
气息不对，嘿嘿，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这羽化门果然是不行了。偌大个宗门竟然连个守夜的都没有，整个山头除了最高峰那个必死关的掌教气息有些吓人，剩下的4个全是垃圾。我得小心点，别惊动了那掌教。至于其他人，不足为虑。300年前那一战打得天昏地暗，太上道那些伪君子吓得瑟瑟发抖。谁能想到，当时的羽化门竟然还藏着3尊第9境的太上长老。那一战，羽化门高层死绝，羽化飞升经被打得残缺，我魔门也分崩离析。反倒是太上道坐收渔翁之利，趁机崛起。世人皆以为魔王前辈的传承断绝了，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前辈主修的至高魔功十殿阎罗拥有4主掩饰，伪装成普通秘籍的神效，他一定就被当作普通的道境收藏在这座藏经阁里。只要找到10殿阎罗，老子就能晋升第9境，一统魔门，天下无敌，重振魔门荣光，吾辈义不容辞。原来是个魔门余孽，藏经阁浩如烟海的书籍成百上千万，那便留着你，替我好好找一找吧。见鬼，怎么没有？不能再找了，天要亮了。你这只寻宝鼠，隐匿功法倒是一绝，最好快点把东西找出来。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在哪里？到底在哪里？10天了，老子翻了整整1大半的藏书。找到了，终于找到了！10殿阎罗，你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我魔门大幸有望了。是啊，也谢谢你，帮我在这100万藏书里把它找出来。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从你10天前踏入藏经阁的第一步起。所以，这10天。我像个傻子一样在这里拼命翻找，你就一直躲在暗处看我的笑话，你在耍我。只是物尽其用罢了。为了感谢你这10天的不辞辛劳，把书留下，我可以饶你一命。饶我一命？老子今天不光要书，还要你的命！去死吧！怎么可能？我说了想饶你一命，你为何偏要接我这一掌？30龙30象之力，第5境确实挡不住。尘归尘，土归土，看在你帮我找书的份上，赐你一片栖息之地。300年前，世间魔王凭借此书超凡入圣，掀起滔天血劫。此法之强，整个羽化门浩瀚藏书，唯有残缺的羽化飞升经可堪媲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道佛魔于我而言皆是通天之阶，我要融万法之源，助我无敌之道。10殿阎王各司其职，镇压地狱。若我将他们纳入体内，以我之身躯化作无间地狱呢？以羽化飞升经与元神超脱法修元神，容纳诸天神明；以龙象之力与10殿阎罗修肉身，镇压地狱群魔。天地之间，唯我独尊。40龙40象之力，第5境元神宗师巅峰中的巅峰。可惜第6境的壁垒依然未破。师伯，我们卡在第2境巅峰好久了，迟迟摸不到第3境的门槛。您见多识广，能不能指点指点我们？是啊，师伯，太上道的大军围山，羽化门危在旦夕，我们想早日突破，哪怕能为宗门出一分力也是好的。师伯，我们知道修行急不来，但现在这局势，这山外的压力太大了。是啊，我又何尝不知？你们如今除了羽化飞升经，可还修行了别的护道功法？未曾。既然如此，今日我便分别传你们一门大道。修行之路越走越孤独，有人敝帚自珍，怕徒弟饿死师傅，但我不在乎。等这些小家伙将这些功法炼至大成，我早已攀上了更高的巅峰。星云，我传你草木剑法，一草一木皆可为剑，斩尽世间不平。弟子多谢师伯。天子，
你身负家族血海深仇，却能隐忍不发，为人沉稳大气。我传你魔门至高绝学十殿阎罗，以你之心事，定能镇压心魔，执掌幽冥，天子定不负师伯厚望。大山，你这体格简直是天生的横练奇才。我传你上古秘法龙象之力，愿你早日拥有龙象之威，一拳打爆那太上道的狗头。师伯您瞧好吧，我一定把太上道的人砸成肉泥。去吧，各自参悟，不懂的再来问我。事已至此，焦虑何用？若云飞破关失败，我拼尽这40龙40象的底蕴，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护那3个孩子周全。但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舍弃这居住了100年的藏经阁。只是这第6境的道运究竟是什么？世间是一个大苦海，人们在其中沉浮挣扎，凡人一世100年，庸庸碌碌，最终沉入海底。修行便是要摆脱这无边苦海，抵达彼岸。方法万千，殊途同归，肉身为舟，横渡彼岸。有人以元神超脱，飞越苦海。道家说大道50，天眼49，人遁其一，众生都在争那一线生机。佛家说人生8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放不下。世间若是苦海，我该如何度过？我的路不是舍弃肉身，也不是单修元神。我自当以这40龙40象的肉身为舟，以这容纳星河的元神为舵手，两者合一，横推着无边苦海，强渡彼岸。这便是我的道。不，这不可能！我的镇山印怎么会说？青山，你去杀了其他羽化门的人！师弟，继续追，将他斩杀！羽化门有我。哼哼，你不让白云飞回来，当真是不怕死。你杀不了我，狂妄！你不过才第6境，身后也只有3个第3境的废物弟子。白云飞已经去追长孙玉道祖了，你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你在看哪里？受死！这是羽化升天境，怎么可能？刚才我师弟以第7境逆伐第8境，现在我以第6境逆伐你这第7境，应该也可以吧？是。我知道你修行了100多年，也才第1境，这几年突飞猛进，想必就是羽化飞升经的功劳。但你这般猛烈突破，必定根基不稳。你施展的能和白云飞的一样吗？你可以来试一试。
太上道卷。这是镇山印，不对，这是师伯好厉害，这么可怕的招式，我一定要好好修行。3息之内不离开，全都死。师伯，为什么不把他们都留下来？过去这几年被他们像看门狗一样封锁，我憋了一肚子气。杀性太重不是好事，这些都只是小喽啰，杀了也无济于事。最重要的还是看你们师傅那边。也不知道师傅能不能追到那个第8境道祖。看来你们师傅已经把那第8境道境祖击杀了。师弟，现在羽化门的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了，但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做？这一次太上道虽然哑语回归，但以他们的行事作风，绝对不会甘心。下一次的反击一定会更加猛烈，所以我必须先突破第8境，只有突破，才能真正抵挡住他们的反扑。羽化门暂时维持不变，一切照旧。你们3个小家伙继续跟着师伯好好修行，一切等我突破出关再说。是师傅。那你去安心闭关吧。太上道现在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对付我们，可以拖延很长一段时间。哦，师兄此话怎讲？我在古籍中推演得知，100万大山里出现了幼年神兽麒麟的踪迹，太上道的高层战力都赶过去，想抓捕幼年麒麟作为他们的镇山神兽，所以他们才只是一直对羽化门展开围困封锁。这次来的长孙玉也不过是因为刚闭死关出来，急于报仇罢了。神兽麒麟，自从3000年前那场绝世大战后，神兽的足迹便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妖族也因此走向衰败。没想到3000年后，竟然还有神兽现世。3000年前发生了什么？藏经阁里上万卷书，似乎都没有相关记载。具体情况我也不知全貌，只是在历代掌教才能查阅的掌教秘藏里看到过只言片语。那是一场极其凶残的战争，波及了整个修行界。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在那乱世中崛起，凭借羽化申生经创立了羽化门，而太上道也是借了那次机会，从一个3流小宗门，踩着无数尸骨，一跃成为道门顶尖。原来如此，难怪藏经阁没有记载，原来还有一个独立的掌教秘藏。掌教秘藏就在这藏经阁里的一个单独小空间内，需要掌教玉佩才能打开。师兄若是想阅览，随时可以去。掌教玉佩就这样给我吗？师兄的天赋和心性其实比我更适合去看那些秘藏，里面包含了羽化门历代掌教收集的真本和感悟，希望对师兄的修行能起到帮助。好，我会去看的。师兄，我去了，这一次不破第8境，誓不出关。师伯，你刚才那招太帅了，教教我们。贪多嚼不烂，你们刚刚稳固第3境，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坐好，我给你们讲讲第3境的关巧。原来如此。过去100年，我虽然身在羽化门，但所有的修行知识都来自于纸面。竟然就这样激活了悟性逆天，借由观摩羽化飞升经演化真山印，推演出了全新的法门。镇山印是以自身力量演化山岳，以大山之众压迫敌人；而翻天印是将这方天地直接翻转过来，以一方天地之大势压人。感悟越深，威力越强，修至巅峰，日月倒悬，天地翻覆。好一个翻天印，在立意和大道规则上，比太上道的镇山印高出不知凡几。有了它，便多了一张致命的底牌。
奇怪，太上道的人呢？难道羽化门已经被彻底踏平了？不对劲，你看这些痕迹，他们像是仓皇逃命的。惊天大消息！太上道败了，大批弟子连滚带爬的逃回了宗门。怎么可能？他们可是有第8境道祖压阵啊！死了，那位道祖被羽化门掌教白云飞硬生生击杀了。是啊，白云飞不是才第7境吗？掌门，核实了，白云飞以第7境逆伐第8境，而且他用的是失传300年的羽化飞升经。羽化飞升经现世了。诸位看官，听好喽！100多年前，羽化门绝顶天才周生以第7境逆伐太上道第8境的长孙无忌，用的就是这羽化飞升经。这事儿我们知道，后来周生被太上组织杀了嘛？那你们可知前几日死在白云飞手里的第8境道祖是谁？他叫长孙玉，正是当年长孙无忌的亲弟弟。我的天，亲兄弟俩隔了100多年，被不同的2个人用同一种功法以弱胜强给宰了。这太上道是中了什么邪吗？名利如浮云，太出名只会招来无谓的因果和杀机。外界再怎么吵闹，也不如我在这阁中安安静静的悟道。翻天印成了。若非师弟亲口吐露，谁能想到，在这我打扫枯坐了整整100年的藏经阁内，竟然还藏着一个连我都毫无察觉的独立小世界。羽化门的底蕴果然非同一般，就是这里了。小世界的入口竟然就隐藏在这看似普通的幕墙之后。果然如此。倒是个有灵性的家伙。这些山洞里藏着的应该就是历代掌教留下的底蕴了。羽化门外面的藏经阁对所有弟子开放，所以里面存放的大多是修行界的常识、游记和一些基础功法，而那些真正惊世骇俗、威力巨大，甚至存在反噬风险的孤本秘籍，不适合普通弟子接触，想必都被历代掌教转移到了这个只有掌教玉佩才能进入的小世界里。果然是上古残缺阵法，这繁复程度简直如同观星图一般。若是没有极大的耐心和对阵法的极致天赋，强行钻研只会落得神魂受损。这是羽化门开山祖师爷亲笔留下的修行手招。传闻祖师爷当年砍破了第9境的生死玄关，踏入了第10境。他对修行的理解绝对是这世间最顶级的。此行不虚。第7境名曰灵台仙藏，此境界与前面6大境界打磨肉身、积攒法力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向内求索的过程，是打开自身元神世界中隐藏宝库的钥匙。祖师爷写的极其详细，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心性、体质不同，挖掘出的仙藏也千奇百怪。有绝世天才挖出了精力、先天圣体，从此肉身成圣；有人挖出了浩瀚元神之力，一念可搬山填海。但也有平庸之辈，穷其一生，也仅仅只能在元神中挖出几倍于常人的法力底蕴而已。既然因人而异，那究竟该如何去挖掘？用什么工具去挖？欲掘宝藏，必先识得宝山。
修行的第一步，并非盲目挖掘，而是需要彻底洞悉自己元神的根本与本质。只有明悟了本我，才能在这片浩瀚的元神之地，精准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宝藏。很多人哪怕修出了元神，感悟了大道真理，却因为始终无法看清真实的自己，导致终生被困在第6界，到死都挖不出一丝仙草。祖师爷说的对，但我确实从未真正静下心来，好好的审视过、了解过我自己的元神。我现在的元神，就像是一个穿着华丽铠甲的陌生人。可是，要如何才能洞悉元神本质？唯有彻底清空自身的凡尘杂念，面对面的去审视它、对话它、悟到它。清空思想，说来轻巧，人只要活着，五官在感知，心脏在跳动，思想就会如同沸水般不断地产生各种念头。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担忧、外界的风吹草动，都会干扰心境。想要彻底清空，就必须与外界绝对隔绝。我现在身处在这个被封印的小世界里，没有纷争，没有杂音，这难道不算与世界隔绝了吗？可为何我的脑海中依旧有千头万绪在翻滚？羽化门的存亡，太上道的阴谋，白云飞的突破，这些念头我根本压制不住。海上生明月，这不是某种具体的剑法或功法，而是传闻中的意象。我曾在古籍中看过，天地是有记忆的，它会记录下宇宙间某些极端特殊的时刻，比如开天铺地时的自然美景，比如某位绝代强者横推万段时留下的无敌气场。意象游离于天地之间，凡人不可见，只有那些拥有大气运、大机缘，或者受到了大道祝福的天纵奇才，才有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将其牵引下来，化为己用。一旦觉醒意象，此人的未来必将不可将料。而我领悟的这海上生明月，其意境极其宏大。那片海并非普通的凡水，而是由无尽星辰镇压万古的明月，其黄星海足以掩盖周天星辰的锋芒。等等，我之前领悟的道运名为鱼跃此世海，那个海一直缺乏足够强悍的载体。如果我现在将鱼跃此世海的道运强行融入这海上生明月的天地意象之中，两者叠加，一旦打出去，那等毁天灭地的威力该是何等恐怖！意象展现，海上生明月。鱼跃此时海。果不其然，我的猜想完全正确。海上生明月的意象，完美的成为了鱼跃此时海道运的载体。两者叠加，绝非1+1等于2那么简单，威力的确恐怖绝伦。但是，可惜，还是没能踏出那最后一步。这一次潜水洞悉元神领悟意象的奇遇，将我的应声推到了第6境的绝对大圆满，进无可进。但是，那一层看似薄如蝉翼的境界壁垒依旧没有破碎，我还是没能突破第7境。原因很简单，我虽然洞悉了元神的本质，看到了那座宝山，但我还没有找到那把铲子，我还没有在元神里挖出属于我自己的那份仙藏。没有仙藏，就无法筑起灵台。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岂能事事一蹴而就？这一次没能突破，那就等下一次灵光闪现。能洞悉元神并获得这般强悍的意象底牌，已经是天大的机缘和收获了。做人不可太贪心。这3个小家伙可是羽化门未来传承下去的最后希望。
更何况他们是我亲手教导出来的，我自然绝不能让他们出半点差池。太安静了，咬人的狗不叫。如果太上道相公不叫嚣着要踏平羽化门，那反而好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偏偏他们现在一句话都不说，谁也不知道那群高高在上的老不死私底下究竟在憋着什么恶毒的坏水。在师弟出关之前，我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在小世界里闭死关待太长时间，免得外面生变都来不及救援。只有在夜深人静的一小部分时间里，我才会偷偷溜进那个隐藏的小世界，在那片湖泊上试验一些威力巨大的功法和意象，这样既不会造成太大的动静，引来外界的窥探，也不会打扰到温馨云三人清修。如此这般规律而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1个月的时间就在书卷翻斗和茶水沸腾间悄然流逝。这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进行着最深层次的潜修。这期间，我的心态出奇的平和，没有强求一定要悟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功法，也没有执着于一定要激活悟行逆天的系统提示，只是在默默的看书，默默的积累底蕴，将这100年来学杂的东西融会贯通。随着这段时间修行的不断加深，以及在第6境巅峰的不断沉淀，我已经逐渐领悟并掌握了磁场的奥秘。每个人每件死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普通人的磁场太过微弱，微弱到连一只蚂蚁都影响不了，但高阶修行者的磁场却极其庞大且明显。特别是像你这种修为高深、心境已经贴合天地大道的人，我散发出的磁场甚至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改变周围局部的气候，影响天地间的风水流向。1个月的苦修虽然没有突破第7境，但我的底蕴确实深厚到了极致。只是师弟闭关整整1个月了，也不知道他跨过那道门槛没有。就算他们现在不出手，那也一定是在背地里憋着更加恶毒、更加致命的杀招。师弟啊，你可一定要快点突破，不然就算我不愿出风头，这羽化门掌教的担子恐怕很快也要落到我的肩上，和你同境界对敌了。掌教，不能再等了！现在外界大街小巷都在疯传，传得沸沸扬扬，说羽化门那个黄口小儿白云飞悟出了失传的羽化飞升经，越界杀了长孙玉道，若是我们太上道再不做一些雷霆反击，我们道门第一的威严何在？岂不是要沦为天下人的笑柄？蠢货！必须要出动2位，甚至2位以上的第8境道祖一起联手镇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不出现任何意外。可是掌教，为了抓捕那只传闻中的幼年神兽麒麟，我宗门内绝大部分的第8境道祖此刻都已经深入百万大山深处搜寻布阵了。现在宗门空虚，我们哪里还有多余的第8境道祖能分派出去对于羽化门？难道你打算亲自出马？既然我们太上道的人抽不开身，那就去请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掌教指的是去找魔门的那3个老怪物，3通散人。竟然是他们！那3个疯子虽然都是第8境道祖的境界，但行事乖张，嗜杀成性，是正道公敌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兄弟3人作恶多端，如今寿元枯竭，大限将至，现在就像是3条快要饿死、到处乱咬的疯狗。你去当这个说客，抢到这部功法，必然又可以重塑肉身，延长寿命，甚至有望借此突破到传说中的第9境。高，实在是高啊！还是掌教您深谋远虑，3通散人虽是魔道贼子，但那羽化门掌教修行了邪门功法，也可以说他入魔。既然都是魔，那就让他们为了功法狗咬狗去吧。无论谁输谁赢，我们太上坐收渔翁之利。掌教放心，我这就去魔门地界亲自劝说那3个老妖怪出山。外界的风风雨雨、流言蜚语，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那些虚名只会成为修道路上的绊脚石。我唯一担心的始终是太上道那异常的，但我现在深陷棋局之中，既然无法主动出击，疯狂的积累足够多的力量，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这乱世中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未知风险。文信云、周天子、岳大山这3个小家伙，懂事的分散在不同楼层的角落里，互不干扰的各自修行。只有在遇到实在想不通、即将走火入魔的修行疑惑时，他们才会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来请教我。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刻苦钻研，因为他们也知道羽化门现在只是暂时的安全。自从长孙玉陨落那一战之后，整整2个月过去了。这2个月里，我的生活轨迹极其简单，每天都在重复着往返于藏经阁和小世界之间，读书悟道，养性习字，哪怕外面狂风暴雨，也从未更改过作息。我能感觉到我的积累已经深厚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自从上次在湖底洞悉了元神本质之后，我的修为就彻底卡死在了第6境的巅峰，再无半点寸进。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尝试静下心来，用各种方法去试图挖掘元神深处的那座仙灶，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感觉差了一丝莫名的灵运，最终功败垂成，越是找不到宝藏的入口，等待那一点灵光乍现的契机到来。到了那个时候，凭我第7境，绝对是水到渠成、势如破竹的事情。如今2个月过去，虽然还是没能跨过去，但在这第6境，我敢说自己已经是天上地下绝对的无敌，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哪怕是对上普通的第7境，我也能一击一杀。但面对太上道那深不见底的底蕴，还是差了那么关键的一点。也不知道太上道那群老狐狸在这2个月里究竟在暗中筹划着什么惊天阴谋。暴风雨前的宁静真是让人讨厌啊。师弟那边里边也是一点动静没有，他还在苦苦闭关寻求突破罢了。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能去打扰他。但在太上道的阴谋降临，白云飞出关之前，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继续看书，继续积累底蕴，等待着那一刻的爆发。
你现在突破了第8境，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振兴羽化门，招收弟子？不，现在还不宜招收弟子，得先解决太上道的威胁。如何解决？太上道是道门第一，底蕴深厚，高手如云。现在是因为神兽幼年麒麟吸引了他们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无法腾出手来对付我们。等那件事结束，羽化门要面对的就是太上道倾巢而出的泰山压顶，而明面上，这压力只能靠你一个人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打算出去一趟，游历天下，与那些和太上道有仇怨的势力结盟。只要我展露足够的实力，他们会很乐意替我们分担一些太上道的压力。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现在门派凋零，底气不足，别人未必会真正重视我们。结盟恐怕也只是表面功夫。这倒无妨，我这次出去本就没指望他们能为羽化门拼命，我只需要多顶住一些时间，给师兄你成长的空间就行。给我成长的空间？对，师兄一朝顿悟，修为突飞猛进，短短几年就抵达第7境，甚至能轻松逆凡第8境。只要给师兄足够的时间，什么太上道在师兄面前根本不是问题。你就这么相信我？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突破第8境，甚至是第9境。这东西看灵感，灵感来了激活悟性，突破就如喝水般简单。若是灵感不来，我也给不了你保证。如果没有师兄悟出的羽化飞升经，羽化门早就覆灭了，我如何不信师兄？师兄放心，太上道的那位第9境太上长老正在必死关，试图冲击传说中的第10境。现在的太上道只剩下一群第8境的道祖。哼，别的不说，自从修行了羽化飞升经，第8境之内，我敢说少有敌手。我会帮师兄多争取时间的，咱们不和太上道争一时的长短。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我又领悟了一些功法，你想不想学？一些功法？什么样的功法？有些不比羽化飞升经差。不比羽化飞升经差？师兄，你可知羽化飞升经已是1等1的绝世功法，连太上道都眼红。你这里还有几本？师兄，这么多足以震动天下的功法，你就这样全传给我了？你就不怕我传出去？功法被创造出来，就是需要传承下去才有意义。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修行，那这门功法岂不是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知晓？师兄就不怕到时候有人修行了这些功法，反过来对付你？不怕。为什么？我将功法传给你，就希望你将它们传承下去，让我的心血不被埋没。至于未来有人拿着我现在创造的功法来对付我，我会给他们时间追赶，直到他们仰断脖子，也遥望不见我的背影为止。师兄，我明白了，这些功法以后会传给羽化门的真传弟子，将他们发扬光大。未来我羽化门弟子一定会主宰这个世界，成为修行界的标杆。那就是你这个掌教的事情了，我可不想管这些琐事，还是在藏经阁安静修行，悟道研法适合我。师兄，我不在的这段时间，羽化门还请师兄多照看。放心。这本记录3000年前修行界的书里写着，3000年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盛世，天才如过江之鲫。第8境根本算不上顶尖高手，真正称霸天下的是第9境，甚至是那传说中的第10境。现在呢？现在一位第8境就被尊称为道祖，一个门派只要有一位第8境坐镇，就能跻身下流甚至一流门派。30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整个修行界出现了如此恐怖的倒退和断层？没有了，几万卷藏书，只有寥寥几十本提到了3000年前的那场大战，而且全都语谢不详，只说战争残酷，毁了修行界，
其他核心内容一片空白。欲盖弥彰，有人在刻意抹去当年的那段历史。如果不是有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在幕后操控，绝不可能抹除的这么干净。甚至连传承未断的羽化门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既然有人刻意隐瞒，现在的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调查。唯有变得更强，至少要突破第8境，甚至超越第8境。师伯虽然站在那里，但我感觉好遥远。是啊，明明只有10几步的距离，但我总觉得这10几步路，哪怕我走上一生都无法跨越。师伯厚积薄发整整1年，不会是又要突破了吧？雨可以包容万物，温润是它，风暴也是。去。你们3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滚出来盘膝打坐，吸收灵气，这是天大的造化！一夜吞噬，第10年苦修，第7境灵台仙藏大圆满。果然，这雨字诀必须依附于天地间真实降下的自然之雨，才能发挥出打破虚空、牵引灵气的神效，需要天时地利。师伯，昨夜的灵气太恐怖了，我一夜之间就达到了第4境的巅峰。我也离第5境只有1步之遥了。师伯昨夜吸收了那么多，是不是已经突破到第8境道祖了？哪有那么容易？第8境若是那么好突破，怎么配称作道祖？你们太高看师伯了。没事儿，师父说过，羽化门的未来全在师伯身上，我们相信师伯。行了，别拍马屁了，赶紧回去巩固暴总的修为。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小家伙们这么努力，我这做长辈的也不能懈怠。有人潜入，正朝藏经阁逼近。又来送死了吗？哪怕是第8境的道祖亲至，今夜也得给我把命留下。你和周生是什么关系？在我手下，你能逃得掉吗？别挣扎了，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藏经阁找周生的传记？那是羽化升仙境的仙芒。看来你和我羽化门的缘分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你跑不掉的，我对你没有恶意，不如停下来和我解释清楚。此人是我的师兄，羽化门最杰出的天才，你专找他传记，还会他的独门绝学，所以你和他什么关系？周生师兄的生平书上不多，太上道刻意抹去。你想知道更多，我可以讲，
但先告诉我你的身份。我是他的女儿。周生的女儿。周生师兄竟有血脉在世，为何100年来从未有过传闻？父亲战死后，母亲才发现怀了我，为逃避追杀，母亲隐姓埋名，怀了我整整10年。怀胎10年？是，母亲怀我时被重创，我先天有缺，父亲为掩护她，孤身隐敌，战死沙场。母亲放弃治疗，将金血本源输给我，她只陪我几个月，保我10年。10年后我出生，母亲心血耗尽，便将我封印在灵脉中，一封印就是100多年。前不久封印松动，我刚出来就遇贪婪修士要剥我皮毛，几次险死还生。听说羽化门是父亲宗门，便一路找来。我只想看看父亲的传记，真的没有恶意。原来如此，那你体内的羽化生经怎么回事？你从未见过你父亲。什么经？就是那白光吗？那是我血脉自带的，时灵时不灵。母亲说是父亲刻在灵魂里的保护伞。血脉烙印传承，周生师兄对大道的理解究竟达到何种恐怖地步？你既然是父亲的师弟，那我就带着父亲的传记走了。等一下，你别紧张，留下约法3章，不离开羽化门，想去哪儿去哪儿，不干涉你。而且我会将完整的羽化飞升经传给你，你不想拥有自保之力吗？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人类不都是贪婪的吗？若想害你，刚才直接捏死便是。帮你，因为你父亲是我师兄，也是羽化门真正的天才。别纠结了，明日日出，我在楼顶采气，愿来便传口诀，不愿自行离去。先留下来待几天，看看这道人到底会不会真传我功法。你再不来，朝霞就散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别动，静心感悟。哈哈哈哈哈！痛快！刚才那是仙法吗？仙神也不过如此。那你可太小看仙神了，那只是我对天地大道的一点粗浅感悟。白云飞，你跑不掉的，今日你必死！抽你元神，搜魂取经，8人同心，你蝼蚁罢了，碾死你，易如反掌！欺我羽化门无人吗？8个老狗，今夜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